我们大脑啊，每一个部分啊都有它特殊的功能，但是呢，有一块啊，它的功能呢尤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军队的指挥部，或者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它对我们的思想、行为、认知和情绪以及表达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我们大脑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在中医当中啊，大脑是一个特殊的器官啊，它叫奇魂之府啊，就说明它是非常独特。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全身的各个器官呢，都为大脑提供了营养和这个能量方面的支持啊。在我们现代医学来讲，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啊，对我们的社会功能尤其重要。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额叶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重大的影响。那么哪些现象出现了，说明我们这个前额叶出现了问题。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平时怎么保健它。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视频看完，不仅得到更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看你的注意力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它也是我们衡量前额叶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前额叶到底是干什么的。额叶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执行功能负责规划、决策和解决问题。额叶就像我们大脑的一个总经理它负责规划、决策和解决问题。比如说，你要想计划一次度假，那你就要决定到哪儿去，订机票、找酒店、安排活动，这一系列的组织和思考，都是你的大脑的额叶在默默地完成它。比如你在纠结吃什么晚餐的时候，你的额叶呢是会帮助你权衡利弊选择健康的饮食呢，还是你想偶尔放纵一下这个额叶呢就是帮助你做出最终选择的那部分大脑。所以额叶要是出问题的话，我们就遇到很多麻烦。比如 Emily 呢，她是一个40岁的白领，她发现在工作中连一些小的决定她都做不出来，而且呢不知所措，完全不能合理的安排任务，经常错过一些重要的截止的日期。那神经科医生给他检查呢，发现他在一次车祸当中这个脑部是受到了轻度的损伤这个额叶的功能有问题。我们做定量脑电图呢也确认了这一点，所以呢它的执行功能就受到了影响，它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规划和组织。额叶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调节情绪和社交行为那么额叶呢，它不仅帮助我们思考，它还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感受，以及呢和别人互动它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冲动在某一个场合感到愤怒，但是呢你还是保持了冷静和礼貌，这就是你的额叶在帮助你调节情绪，让你以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呢来对待适应这个环境的需要。那为什么我们那些年轻人做事容易冲动呢？是吧？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这个完善的过程中是从枕叶往额叶走的，一直到25岁才完成这个过程。所以额叶呢是最后成熟的一部分大脑。所以呢我们的年轻人呢就容易冲动容易情绪化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成人突然出现了情绪和冲动的问题，你就要小心了。比如 Mark 他是一个55岁的工程师，他最近呢行为有些变化，脾气暴躁，在会议上呢也不顾别人的感受，经常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所以呢医生就发现他开始有一些早期的一种大脑额叶的和颞叶的一个衰退叫做额颞叶痴呆。这种呢让他开始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和脾气所以呢一个成年人一贯都很正常，突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想到是你的额叶出问题了。
它的第3个功能啊，就是控制我们的运动的协调。比如说你弹钢琴、走路，甚至简单的去喝一杯咖啡啊，整个这个运动啊，都是从你的愿望，然后控制你运动的皮层，向肌肉发放信号啊，最后完成的。所以简单的事情，不管是到哪里，你这个额叶啊，都在起到一个主导和协调的作用，都是额叶的功能。我们有个病人，他是50岁啊，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右手啊不太灵活啊，工作比较困难。他一开始以为是关节炎啊，但是呢，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呢，他的额叶的部分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一个轻度的脑梗塞啊，这时候呢导致他手部运动的困难。所以这个额叶啊，在协调精细动作上啊，它是很关键的。第4个就是注意力和专注啊。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专注看到这里。如果你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话，说明你的注意力和专注力还是不错的哈。那么我们额叶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注意力和保持专注。现在啊，无论是小孩还是成人啊，经常抱怨啊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啊，不能够完成正常的工作啊，经常被诊断为多动症啊，或者成人多动症啊。有些成人呢希望通过吃药来解决问题。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关心我们怎么样改善额叶的健康哈。那么你每天要想做重要的事情，周围有人在聊天，这个额叶呢就会帮助你屏蔽他们的干扰，让你注意力集中啊。那我们一个老师呢叫 Sarah， 她呢在过去的1年当中她发现自己开得容易分心在会议上没有办法专注，改作业的时候也走神。我们做了一系列测试以后，发现她这个额叶的功能是轻度受影响的。定量脑电图呢也确认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她没有办法高效完成任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对他做了一些生物化学检查，其实呢发现呢有2个问题。一个呢，他曾经有个轻度的脑震荡；第2个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大脑里面缺乏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第5呢，就是一个工作记忆。这个工作记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实用的记忆，比如说你记人名你要做个心算你要买一下购物的清单，来这种短期内把这个信息放在脑子里进行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工作记忆。所以工作记忆呢，对我们生活非常重要。你记个路线也好或者是跟别人对话当中，你要记住别人刚才讲的是什么这些呢都很重要。那么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叫 James 的病人，他本身是搞软件开发的，才38岁，他就发现最近他的这个短期记忆力是在减退。后来其实医生检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慢性压力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呢造成障碍所以呢你要考虑你怎么样管理好你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额叶呢，在我们规划和组织生活、与他人互动控制情绪和运动方面呢，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呢，保持这个注意力和专注力，因为注意和专注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最基本的前提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很多问题呢都会出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通过适当的饮食、脑力的锻炼和定期的运动，以及管理压力呢，来保持我们额叶的最佳状态。那具体在饮食和营养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它能够保证我们的额叶呢受到最好的营养。首先呢，要吃有益于大脑额叶的食物。我们讲过，富含欧米伽3的食物，像三文鱼核桃这些都对大脑健康非常重要。抗氧化剂、蓝莓、黑色巧克力都能够保护大脑。吸氢气或者氢氧混合的气体都会对保护大脑有作用。那么 B 族的维生素鸡蛋绿色蔬菜都非常重要。另外呢，经常要做一些挑战大脑的活动智力游戏填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无论是语言、乐器，都给大脑的额叶带来刺激。另外就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非常重要，因为增加大脑的血流量，保持额叶的健康散步跳舞游泳都可以，打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这些都是非常有益于额叶的活动。管理压力，保持好的睡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打坐呀、冥想都非常重要。我们这大脑协调我们整个的生活，而这个额叶呢，又是我们这个大脑里面一个中枢机关，所以呢，保护好我们的额叶非常重要。如果您发现您的记忆出现了问题，注意力出现了问题，情绪的调控出现了问题，或者你做事的执行力容易受到干扰等等，你就要想到会不会你的前额叶呢受到了某种因素的损害，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诊断。如果呢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看到这里，我要祝贺你，说明你的额叶功能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请麻烦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也为我们点个赞。短力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